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下周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3月2号，周一有这个制造业的一个指数，对吧？跟制造业相关的一个数据。然后周三 ATP，也就是小非农。然后还有这个10点半有一个原油数据。然后周四有一个跟就业相关的，最重要的在周五3月6号，那么是这个非农数据，对吧？非农数据8点半，哦，它在7点半，一般很少在7点半有数据出来，但是它可能是之前有累积的一些数据，所以说可能之前没出来，现在放到这个周五了，是这个零售数据。那么美国也是一个零售大国，所以零售数据也是比较重要。那么周五的话就变得比较重要了，这个非农数据以及这个就业率、失业率的一个数据。但是呢，呃呃，虽然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五啊，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事件出来，最重要的就是英伟达这个财报已经出来了，大家已经看到结果了。但是呢，在今天，也就是这个周末，出现了一个重大事件，地缘政治出现了一个重大事件，也就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这三个国家又干起来了。那么，美国、以色列又开始攻打伊朗，伊朗也进行了还击，也攻击了美国在这个科威特的一些美军基地，然后也攻击了以色列的这个领土。所以现在这个地缘政治，那么造成下周开盘肯定是对股票来讲肯定是大幅低开的，但是对黄金、白银、原油啊这些都是高开的，因为这些肯定对地缘政治非常敏感。但是比特币这个东西反而它现在不是一个避险属性了，没有避险属性，比特币现在在周末的话反而是一个下跌的。所以说下周起码在开盘下周周一周二周三这3天头3天要有一个消化，要看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就是说美国能否像上一次那么快速的结束战争，还是说要持续？如果说要打持续战的话，那这个股市可能短期吧，2、3周或者1个月都不能够结束战争的话，那这个对股市影响可能就比较大了。呃，为什么选择在周末？这个那个特朗普，刚上任的时候说不关心股市，不在意股市下跌。其实这个人是最在意股市的了。现在在周五的时候，我去看很多微信群呐、很多那个美股平台上，大家都在聊说周末要那个开打了，开打了，连小散户都猜出来，特朗普周末要打伊朗了。你说现在，因为他不会在这个交易的那个时间开打的原因就是怕影响股市嘛，对吧？一旦出现开打了，肯定是直接一个暴跌。之所以周末打的话，是给大家一个时间消化，所以说他其实是非常在意股市的。那么下周头几天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风险。那么如果说呢你手里有跟避险风险相关的，那恭喜你。但是如果说没有的话，也不要惊慌，对吧？要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情况。那么这就是下周经济数据反而成了次要了，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地缘政治带来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也看一下下周有哪些这个经济数据，那个财报。虽然说地缘政治有那个有关，但是也要看一下公司财报。在周一的话有一个 ASTS，这个公司在之前做直播的时候有朋友问过，这公司是一个主要做商业蜂窝宽带网络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卫星直连手机，你通过卫星就直接能够用手机连手机，跟那个Starlink，像那个马斯克那个 SpaceX，它有个 Starlink，跟它是直接的一个竞争对手，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现在有散户啊，有朋友关注度比较高。然后周一这是跟这个比特币相关的，还有 CRWD，这是一个网络安全公司，跟那个这个 PNW。他们都是这个竞争对手，都是网络安全的。然后周三还有这个 Broadcom，这是在周五直播时候大家问过。周四 Costco 对吧，零售的。那么周五的话没有，所以说下周那个数据要出财报的并不多，但是有几个大家还有关注的，我们一会儿要分析一下。好的，那么来看一下我们具体的标的。首先就要看一下这个标普了。那么标普现在首先月线上有一个月的顶分型，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月的顶分型已经出现，对吧？
这是已经出现一个月顶分型。那么2月份刚刚过去的周五是最后一个交易日，那么从下周开始就是一个新的交易月。如果说继续往下走，如果说跌破2月的低点6775的话，那么如果说跌破这个低点，那么就是一个月线的一个向下延续了，晓得吧？那么如果说真要延续出月线回撤一笔的话，我们就要注意这个延续性。所以在月线上现在已经有顶分型了，那么看它是不是要向下延续，还是说能够把这个顶分型，比如说出现一个包含关系的也可以，先往下走，先跌破这个，然后比如说月中或月底再往上走，再突破前面的702也可以，就会出现一个大的包含关系。那么也是会把这个顶分型给破坏掉，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后续的关注了。所以要看一下这个，如果说真的要往下延续的话，我们要看一下它对它的小周期的一个影响，看一下周线。那么周线这个结构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3941这是起涨点，然后这是 A 中枢、B 中枢。A 中枢和 B 中枢围绕震荡的这个点位最低点4835和围绕 A 中枢震荡的高点4607没有碰到，一个趋势上，对吧？一个趋势上的一个行情。那么针对这个趋势上，就是第二个中枢，我们现在要关注任何一个图形拿到，你就要先观察当下价格跟最近一个中枢的关系。现在的价格在这里，我就要观察跟它最近在当下周期下的最近一个中枢，那么就是这个中枢。我只观察现在的价格跟它的关系，它的位置是要出现一个3买，还是要出现一个拉回来继续做中枢震荡呢？对吧？这就是你要观察的。那么现在我们看裸 K， 周线上也有顶分型了，但是回落还不够一笔。虽然说现在有5根 K 线，这个周线出现这个顶点7002之后是有5根 K 线5周，但是并不够回落一笔，因为有包含关系。所以下周也不是有包含关系，是这个没有出现低点，对吧？没有出现这个低点，除非下周那就有希望出现周线的回落一笔了，因为周线上有可能要跌破这个6775了，跌破6775，首先周线上就回落一笔啦，那就看回落这一笔能不能够拉回来，不能够拉回来的话还是3买，你可以从这个起涨点用黄金分割测一下，0.382，6174，也就是6200左右的话，已经挺深了，但是还没回来，对吧？如果说要到0.5的话，那就要去这个120周了。我们看这个裸 K，120周到这里的话，那就很深了，就到0.5的位置了。那么现在的价格，我们看一下，从当下周五收盘到0.5是13%。如果说到这个120天，15%，就15%的空间。如果说真往下砸的话，砸到120周这个位置是比较正常的，就是指数上要跌个15%。如果说真往下砸的话，指数跌15%呢，个股的话就30%、50%去了，所以这个空间相对的还是比较大的。当然，这时候只是在这个理论上推导。如果说只是我回购够一笔了，然后这是在周线上是一笔，如果说在日线上是3笔，出现盘整背驰了，我一样是可以进的，因为它这是一个3买啊，针对这个中枢。虽然说这是第二个大 B 中枢的3买，但是它也可以再打一个高点之后再结束整个的这波上涨是没有问题的，对吧？那么从现在的价格，其实空间并不大。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我这里是回落够一笔，这里回落够一笔，我们这样画一下，这里回落够一笔了，这是周线上回落够一笔。然后比如说到6600，从6600我再往上涨，再突破前高的话，我们看一下，主要想看一下大概有多少空间，6%，对吧？这个空间相对不大，但是这个因为是美股已经涨了这么长时间，如果说想要立刻出现一个暴跌的话，你除了地缘政治的一个影响，还需要比如说美国的经济啊，还有这个美元呢，现在这个多方势力在这个争夺比较激烈，一直说对这个高估值啊，像 AI 相关的这些科技公司的估值比较高啊，大家都有那个觉得有泡沫，但是有泡沫并不代表马上要破呀，对不对？它可以横在这里，可以横在这里走，打横。比如说这个小周期跟你那个震荡区间比较大的打横也可以，不一定要暴跌走。所以说，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迹象，那么就看一下下周这个地缘政治能不能够带来一些更多的信息。所以说，在周线上我们要关注出现周线回落一笔之后它的回落的位置，然后我们再看日线上。
那么日线上我们之前在周五分析过，它是两种分析方法，一种是同级别分解，一种是非同级别分解。就是你要么是按中枢来分析，但是呢，第二个中枢又是9笔升级的，我们之前已经数过了，就不再数了。9笔升级之后，那前面这是变成了大 A 中枢，那么前面都变成金融段，它可以继续往上生长，对吧？可以走小 B 段的，这是这个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非同级别分解，我们以7002作为这个最高点断开。右侧，那么就看下周是不是要因为地缘政治直接跌破6775。我们看一下，直接跌破6775是多大空间？一个跳空直接在6775之下的话，到6775是1.52%，就是还是比较小。如果说真是这个战争持续的话，那跌破它是很正常的，那肯定就要去200天。去200天的话，4.5%，对吧？所以说下周大概率要跌破6775。跌破6775，我们要看它是不是要背驰，这样就有3笔了呀。从7002之后就有3笔，我们看一下这3段，现在我们就可以测一下了。好的，那么关键的位置出来了，6725。下周如果说在6725之下，如果说一直在6725之下，你就要小心了，因为这个是123不背驰，123不背驰，那就可以去1.618，甚至到2。对吧？都可以，就看它到了这个位置之后，什么时候有反弹，给你一个4浪反弹，然后再给你一个5。一般3如果说跟1比较不背驰的话，这个4浪反弹我一般是不做的，我尽量等5段，要么是出现一个2买，要么是出现一个再次跌破前面这个3浪的低点，出现一个12345，我再进这个位置，对吧？这个位置可以买，2买也可以买。如果说出现这个3不背驰的，但是如果说能够到6725附近能够止跌的话，到这个位置止跌也行，但是目前看它刚好是处于120天和200天之间的这么一个位置，没有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感觉在空中挂在这儿，想要止跌难度比较大。如果说真要跌破6775的话，直接一个快速杀下来往下走，所以说我个人是相对悲观一点，要去到200天这里出现不背驰，然后给一个345之后，才有可能短期止跌。如果说真要跌破这个6725的话，所以说这是只是我一个个人观点。那么具体怎么走的话，我们下周要关注。所以说，手里有股票，比如说周五没有减，或者说手里还持有的，也不用太担心。最关键还是你持有这个股票的这个基本面。如果说你的持有的股票基本面很好的话，也不用担心嘛。什么地缘政治，什么这战争那战争的，都是短期的事儿，那不可能就是说，但是。你像那个俄乌战争打了都3、4年了，还一直在打，这就是特殊情况。但是跟美国相关的战争一般都不长，相对来说不长。就说那有回撤反而是好事，能让你买到更多低价股，对吧？更多的是关注基本面，还是公司的基本面，然后还有比价关系，这是我们要长期关注的。短期的这些东西影响只会让我们的成本更低。所以说，一定是精选个股，这是我们需要去这个学习或者需要去，多关注的。那么短期的这些波动，不用太害怕，只要你手里持有的股票的这个基本面够好的话，都不用太担心。那么这是针对这个标普。好的，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大家先看一个这个朋友们的提问，在这个频道里面有这个会员提问这个 Netflix，那么 Netflix 的话。也是这个就是他准备那个并购，时代华纳这个事儿终于这个尘埃落定了，对吧？打算不买了，给这个派拉蒙他们就会去收购时代华纳，终于这个出现一个结论了。那么也恭喜那个 Derek 朋友在频道里面说，他一直是一直在持有这个 Netflix，成本在78附近，好像是。也恭喜那个的 Derek，这个是一波大涨。它如果说成本在78的话，我们看一下，78大概在这里，已经有23%的盈利了，非常好的一个盈利。那么这就是我发现那个在频道里面留言也好，或者在这个之前直播的时候，Derek 也会问过很多股票，我发现他做的非常好，做的非常好，然后有自己对缠论已经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自己的理解了，能够去找到自己喜欢的股票，通过自己的分析，敢于持有股票，敢于进场，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学习的。没有人能够就是说，我在这里做这个分享也好啊，不是给大家喊单来了，这个一定要这个清楚。没有人是你的拐棍儿，你只能是你自己的拐棍儿，对吧？
我可能一次两次告诉你，打个比方，某一个人能够一次两次告诉你哪个位置该买，哪个位置该卖，但长期下来的话，只有你自己才能告诉你，最后点鼠标买卖那个人是你自己呀、所以不要去找什么拐棍儿，你自己学，你自己学会了比啥都强。所以这个是我需要，呃，学习缠论的朋友们，或者说你想自己整明白的朋友们，自己一定要自己多学一点。那么回到这个股票上，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因为他也是问了一下，想看一下我对这只股票的后期的一个看法。那么首先在月线上，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大周期，这下面有个大中枢，看到没有？这有一个月线大中枢。那么这次的回落刚好在0.5的位置，踩得非常准。最低点在75.01，然后这个0.5的位置在75.19。我们复盘看当然很容易了，对吧？你这不是0.5，然后出现个大回落，肯定要买啊。你做复盘，你做马后炮来分析肯定简单，但是在当下、当时、当下、当天，你能不能够去做出你的判断，这是这个非常非常有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难的。然后，那么这个回落成还是这个下面一个大中枢的300，有希望成为一个大300，但是现在底分型也没有出现，因为这个本月跟上一个月就是1月份它出现一个包含关系，所以说下个月只要突破，我们看一下这个高点，1月份的高点在94.13，3月份只要突破94.13，就会出现月线底分型，对吧？所以说月线底分型下周应该是大概率要出现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那么就看这一笔，月线上这一笔，虽然说有月的底分型了，但是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啊，能不能够结束。那么周线上也是一笔回落，现在只是一笔。如果说你那个把这一笔当成一笔反弹的话，也可以，就这个当成一个二卖的话也可以，但是它是一个包含关系处理之后的一个特殊处理，就这个反弹是一个特殊处理，做一个周线的一个二卖，那就变成了一个123了，123，现在是一个4的反，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是一个特殊处理之后的一个这个二卖，如果说你不把它当成只是当成一笔下也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日线。那日线这个结构已经非常细了。那么从这个1.34这个结构下来，哎，这是进入段，然后这里做了一个中枢，不够9段，没有升级，然后开始离开。它离开的话是这个位置离开的，116.73，对吧？你发现它在震荡过程中，它在出现这个中枢之后的开始震荡，这是前3笔，这个前3笔构成中枢之后，这个反弹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它这个反弹很弱，你发现没有？当下的时候，这个反弹连这个中枢中轨都没有碰到，中枢中轨都没有碰到，只是刚刚回到中枢里面来，这就是给到一个警惕了。如果说你在做这个股票的话，然后这里还有个大缺口，这里还有个大缺口，它连缺口就补了一点点。所以说，如果说你在当时当下做这个股票的时候，这个位置肯定要减仓的，或者说去做空它。一般很多这种图形出现中枢，然后一个很弱的反弹之后继续南下，继续下跌，这种图形非常多。所以你只要识别了这种图形，你可以去用到其他，或者你手里面有类似的股票的话，你可以做相应的一个操作。那么从这个116.73之后是一个1、2、3、4、5、6、7，直接走了一个7浪下跌。7笔下跌，我们之前说过多次，在这个以浪形模式运动的时候，有一个7浪衰竭和9浪衰竭，对吧？出现7或9的时候，容易结束，就是出现9段或7段走势的时候，它容易结束在7和9。那么它是选择在7结束了。有没有9段的呢？有。我在这个特斯拉之前的那个1小时周期某一段，它出现过9段上涨，也是9段上涨之后出现这个结束。所以说7和9的话是，你只要熟悉这个模型，你就知道，在这也是Derek，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于这种模型下面在这里敢于持仓，敢于进场，再加上那个 Netflix 这段之所以被杀的这么狠，就是因为这个，当然跟他之前这个财报也有关系，这里是出现过2次财报。2次财报可能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影响它的股价。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个收购这个时代华纳，对吧？这个事儿，那么造成这个承压，股价承压。那么只要这个事儿过去之后，那么就那个明朗之后，股价开始回归正常的。毕竟，跟 Netflix 相竞争的并不多，尤其它的这个所占的这个用户群也非常庞大。所以说，你敢于持有这些被错杀的股票，这就是洼地呀。
这其实就是所谓的价值洼地。我们现在看当然容易了，但是你在这种好股票被错杀的这个下落过程中，你敢不敢进场？这是其实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考验。那么现在它上来了，那上来之后，正好也不是正好，我们之前说过，这种上涨一定要出现强势表达。什么是强势表达？就是最后这里有一个类中枢，就是从79.22到84.66，这里有一个类中枢。为什么说它叫类中枢呢？这个中枢它不是它是一个 N 字形构成的一个中枢，那么它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或者说比较标准的这么一个五段，一般是1、2、3笔构成一个中枢，然后有进入段和离开段。虽然进入段跟离开段是有5段。一般这么一个中枢，我们叫它是比较饱满的中枢，但只是一个 N 字形构成的中枢的话，我们叫它一个类中枢，对吧？也是中枢，这个是完全满足缠论定义的，但是它就是没有那么的这个饱满。那么也是中枢，那么强势突破，什么叫强势突破？就是突破前面这个中枢的上沿84.66，这叫强势突破，一个跳空高开往上走。所以说，如果说你在盯着这个股票，你即使没有在下面进的话，也应该出现底分型的时候，比如说这里出现底分型了，你看没有？这里出现一个强底分型，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再进也不晚的。你看到底分型再进也不晚，或者说，在这个2月25号这天，它是上涨了5.97%，这一天你再进场都不晚。所以说，而且二月25号这天周三还有一个跳空缺口，我们看一下裸 K， 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够抓住这个位置，这有一个跳空缺口，然后还有一个底分型，然后前面还下跌了一个7段，对吧？多种因素叠加，你怎么说？你即使是对这个股票，你如果说做短线，你当然前提是你能不能够发现它。因为可能在2月25号，可能很多股票都在涨，你可能发现不到它，然后你可能对这个股票的这个基本面也不太了解，不敢进，对吧？所以说这个很多东西都需要有机缘的，你跟每一只股票都需要机缘，能不能够在它身上赚到钱是需要机缘的。那么看到了大涨，然后又出现底分型，然后你又通过你自己的分析发现前面跌的已经到7段了，那你肯定大胆进场啊，对不对？所以现在就看它是不是要继续往上涨一涨。虽然说下周有这个地缘政治，但是好像对 Netflix 这些公司的影响非常小。你可能对其他股票，这个在周五的时候你就很明显，就是有点像逆势上涨，对吧？所以说对他来说，看能不能继续往上冲到120天这里，甚至是到200天，看他这个后劲儿怎么样。如果是后劲很强的话，可能先冲到120天，比如先冲到120天之后再看。但是这一笔反弹已经够一笔了，但是可能这个惯性还是比较强的，毕竟它的动能很强。冲到120天，看能不能给回落。如果说还没有进想进的人，就等待这个回落，等待给你一个2、3买重合，就针对这个类中枢会有一个回落的，给你一个2、3买重合的这个回落。最差的当然是直接再拉回到这个84.66以下，那就是非常差了。如果说不能够这样的话，那就是给你一个2、3买重合的这个位置，想进的人可以进这个2、3买重合，前面是1买，那这个回落没回到这个中枢是3买，针对前面这个1买的话，它是2买，所以这个回落点是一个2、3买重合的一个买点，那么这个位置是可以去尝试的，仓位甚至可以大一点，因为2、3买重合之后再打高点。再打一个这个突破前面那个小高点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说没有的人不要去追涨，等待这个回调，好吧？你也可以用黄金分割黄金分割测一下，比如说它怼到200天之后，然后你这个测一下它的回落，比如说到0.382是多少，0.5是多少，对吧？利用这种回落去这个进场。好的，那么的话，针对艾瑞克朋友的话，就是继续持有你的仓位就好了。那么利用小周期，比如说1小时。30分钟，如果说你发现有背驰的时候，就上涨有背驰的时候，你可以先减一点，有回落再买回来，利用更多的这种差价，把你的成本降得更低。毕竟你现在成本还没有到0嘛，你现在是可能78左右的一个成本，还不够很低，最好能做到0或者负成本，这样的话对你长期持有才能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心理上的优势。我们之所以要把成本做到0，做到负，就是为了达到这种心理上没有任何负担了。你跌到0，你这个公司破产了，我都不亏钱。你只要立于不败，你只要不亏钱，那么你的操作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不急不躁的这么一种状态，对吧？我们之所以要做到0成本，就是因为这个。好的，这是这个 Netflix。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下周要出财报的一些，简单说一下，先看一下博通，因为在周五的时候我们已经简单分析过，3月4号盘后要出财报了。那么这个英伟达财报已经出完了，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英伟达，但是不一定够时间，我们简单快速讲一下吧。这个博通的话也是，这个周线上不够一笔，我们要看的是周线，月线上是不够一笔回落，我们看的是周线。那么周线上这个从138.1这个起涨点之后，它是有一笔回落了，而且回落也够一笔了。然后这一笔也踩到这个0.382这个位置，对吧？这都在周五都说过。那么这个地方也出现周线底分型了。那么我们现在期待的其实是这个周线上能不能够反弹出一笔来。至于一笔之后是一个周线的二卖，还是说能够打一个微转直接上去，我们不知道。你只能在这个位置计划。所以说295.31这个位置是不能够被跌破的。如果说被跌破的话，那就是这个周线底分型被打掉了，要延续了，那就去0.5啊，甚至0.618了。对吧？那就是看下周这个，不论是地缘政治啊，还是这个财报的一个刺激。那么现在其实还比较关键在哪儿呢？就是看它这个 MACD 这儿，你看这个 MACD 是一个掉头向下要往下走的这么一个迹象。如果说它真的要一头往下走的话，那就要去跌破这个295.31。跌破它的话，我们之前在周五讲过，这里是有一个，因为这一笔反弹虽然说不够一笔，但是我如果说到次高点的话，这是有一笔。你要么是把它画成，你看我们简单讲一下，从这个414.61下来，这是进入段。如果说你是严格画的话，这是3笔，这是3笔，对吧？如果说你把这个反弹当成一笔反弹，先当成一笔反弹，那相当于2次反弹了。2次反弹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那么这里是可以走离开的。那走离开就要再次跌破295.31。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测一下它的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然后等比例在254呢，完全可以去这个0.618，289.61就会跌破这个295.31，对吧？那可能跌到这个位置。那么简单测一下，如果说往下走，要到0.618这里的话是8%，8%左右或10%左右的一个空间吧，10%左右的一个空间。如果说这么走的话，因为它这个 MACD 表达的不是很好。这个 MACD，如果说要是因为财报的原因掉头往下扎的话，那就肯定是要跌破这个295.3了。但是我在周五也讲过，我们做股票就是长期持有，或者说你的看好这个股票的基本面和比价关系之后，选好了之后，就长期操作它。那你的成本，希望持有它的朋友不是在这个300，目前价格在这个这是多少？319、320吧。希望你的成本在300以下，对吧？你只有在300以下，我无所谓啊。你那个财报好了往上走，我就减一减。如果说出现背驰，往下来了，我又可以去加回来。你这样的话，你的持有的仓位不就就可以变多嘛，对吧？持有的股数变多一些。所以说，1次2次的财报，如果说像英伟达那种财报特别好，职业也特别好，但是股价还是下跌，那你这没有办法呀，对吧？因为这个市场价格是用合力构成的。不是单单因为它的股价，这个财报好，这个职业好就会上涨，因为是合力已经利好兑现了，它也是下跌，所以这种东西是很难去判断。但是长期来看，你只要长期是一个，现在我们看的是月线，对吧？长期是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就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到，从41.51能够涨到414.61，你能够预测到吗？有人能够预测到吗？预测不到。你能吃到这个10倍的涨幅，只能靠长期持有啊，对不对？就是说，想要长期吃到这个股票的红利，你只有成本够低，然后你的这个仓位也不能太小，这是2个方面决定了你最后的一个盈利状况的。那么针对这个博通的话，所以说就是，你要么在这个位置，如果说周五已经买过了，那就看周3这个结果。你要么是这个只留着底仓，等待它选。往下来继续买，往上走你有底仓，对吧？所以说你就两个方向你都可以来那个兼顾到。这是针对这个博通，我们再看这个 MRVL， 这个是啥呢？这个 MRVL 啊，也是跟这个 AI 相关的，它的核心业务包含什么呢？高性能的数据中心网络，比如说光连接啊，还有一些交换机的芯片。然后它这个还有一些企业级存储控制以及这个5G 基站的芯片。然后它的主要对应对手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博通 Broadcom， 还有这个英伟达也有一些那个产品跟它是竞争的。
但是呢，这公司的在这个数据中心网络和存储控制领域，它是这个全球的领军者，它基本上就是仅次于博通的。所以说，在这个能够提供整端到端基础设置连接方案，那么它基本上就是行业第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图形，在这个月线上，我们之前分析过它的一个月线，从这个33.75，这里有一个月线的大中枢。那这波反弹上去之后，没有突破前面的最高点，对吧？有希望或者有可能要被拉回来了。但是呢，它现在只有一个3个月的一个回落，还不够一笔。那么就看下周是不是要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就关键就在这个67.99、68吧。如果说砸回到中枢里来，我们看一下，如果说从周五的这个收盘价到这个月线中枢上沿17%的一个空间，那就要回到这个中枢里来了。那就是我们下周针对这只股票关注。那么要往上走的话，那就看它能够再次突破一个前面的高点102.77，看一下它的空间25%，上下20%的一个空间。如果说真要是财报之后选择，它可以先往上走的，不是说100%就是要回到这个中枢里来，那可以是这个47.09上涨的一个延续的，对吧？所以你两个方向都要看。那么在周线上，我们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结构，47.09，这是一个进入段，然后2次回落了已经，而且周线上现在有希望出现一个周线中枢，可以往上走，对吧？有这种可能性，而且周线上也有底分型了，周线上也，你看它这个结构跟刚才那个，博通的这个周线有点类似，也是这么个玩意儿，也是这么个结构，4周在这里横着，而且也是踩到了这个120周上，120周均线在这里刚好踩到了。所以说这个有希望往上走，那就也是跟刚才那个博通一样，这里是能够生长出来一笔来。看一下日线，那么在日线上它的结构从这个最高点102.77下来，这是进入段，然后这里做了一个中枢离开，然后又上去。那如果说这个中枢，我们如果说借用一下前面这个中枢的话，它其实是可以这里，这是进入段的话，1、2、3、4、5、6、7，这是第7笔了。那么是如果说它是在我们看一下是周几出财报，周四盘后，看一下它是不是要延续到这个位置，就是但是不够9笔，1、2、3、4、5、6、7，所以说7的话，它可以是再往下走，再次跌破前面那个低点，也可以往上走，那就是周线上出现一笔延续了。那这个位置还是相对挺关键的，但是它这个张口现在有点出来了，MACD 的下面张口有点出来了，对吧？如果说能够下周在周一到周四，但是不知道这个地缘政治对它的影响有多少。如果说不能够影响它的话，那就有希望看它首先能不能够站到这个离120天以上，看到没有？120天刚好也在这个日线这个中枢中轨这个里，最好是能够站到120天以上去。如果说只是顶在120天这里的话，那就不好说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了。如果说能够站上，就是周四财报之前在120天之上，那就有希望往上走，那这空间就打开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周四财报之前就看它在120天所处的位置，但是即使在之上，也不是说财报就肯定要往上走。所以说这个财报想预测能够，预测出来它是上涨还是下跌，那就得有水晶球了。你没有水晶球，你是不可能知道的，对吧？所以这个就难度太大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长期持有的，你把你的底仓拿好，那么利用一点机动仓位来做差价，上去了我有底仓，下来的话我就继续买就完了，就这点事儿。好的，这是针对这个MRVL，我们再往下看这个 CRWD，它也是下周3月3号周二盘后要出财报。这个的话，它是主营业务是啥呢？就基于 AI 云终端的这个安全的，呃，它跟这个我刚才说了 PANW，他们是主要竞争对手，还有这个在网络安全方面，它的这个市场占有率是比较高的，算是一个领军者吧。是它在这个基本面方面，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那么它的图形，我们之前其实是分析过这个 CRWD，它在周线上是出现过一个特殊变化。周线上从这个92.25上涨以后，它这里有一个大中枢，然后还出现过一个周的3买，
周三买之后，它这一笔下跌啊，跌破了周三买，然后回到中枢里来了。所以说，但是呢，它月线上还不够一笔，月线上还不够一笔，所以说你现在还不能够说就是要从这个566.69断开，我就从这个566.69断开分析可不可以呢？因为它这个月线上还不够一笔，现在不能这么分析。所以说有可能是啥呢？它这个可以是出现回落一笔之后再次反弹，相当于这里再做一个中枢。那么这里有一个中枢，这里有一个中枢，其实就是出现了一个扩张大中枢，也可以的，可以是这样走。但是如果说这一笔延续出来了月线一笔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从566.9断开了，对吧？可以就是只分析566.9右侧的一些。但是现在它还不够一笔，你还不能那么分析。但是它这个月线上已经全沉到零轴以下了，快慢线已经沉到零轴以下，然后这个柱子的面积还都在伸长，所以说走的比较差。但是你看裸 K 的话，它就挂在了120周这里，对吧？就看这个财报是不是能够把它继续往下推到这个200周这里。那么前面这里是推过一次200周，这是这个在周线上，如果说推到200周的话，看一下多大空间，20%以上的一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一笔的内部，先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如何，是不是挺饱满的，能不能够往下继续延伸？哎，这就到了这个内部了，日线。那么日线上一看，哎，1、2、3、4、5、6、7，哎，又是一个7笔，跟那个我们刚才看，Netflix 很像，对吧？Netflix 那个离开也走了7段，走了7笔，它也是一样。但是它这个就是走的比较深了，你看它这个 MACD 已经到非常深的地下面，但是呢，柱子的面积都开始缩短了，然后但是这个快慢线还在很低的位置，就是没有明显的背驰。虽然说柱子的面积就是这个第7段跟第5段比较的话是有背驰的，但是快慢线没有，就不是双背驰，只是这个柱子的面积有背驰，只能说是单背驰。一般双背驰更能够就是带来的反转力度更强。所以这里也有背驰了，可能先弹一下，它可能会弹一下，在这里做一个中枢，然后继续下，一般会这样。如果说是双背驰的话，就是快慢线也背驰，就快慢线不能够，就后面这个快慢线不能够比前面这个低。比如说在上面这个位置的话，然后柱子的面积又比前面小，那就是双背驰，对吧？现在只是单背驰，那就看这个财报能不能让它起来一下，起来一下的话，你就要关注前面这个小高点。432.85，那我们看一下周五的价格到432.85%，16%，那上下20%，它有一个上下20%这么一个空间。当然了，如果说特别强，可能能到这个200天26%，那就能够突破这个432.85。这个如果说能够突破432.85，那你可以再多拿一拿，那可能会到这个200天这里，对吧？所以说，如果说不能够突破432.85，那你就知道了，这里要在这做中枢，可以继续往下走的。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CRWD，我们再看这个 Costco。Costco 的话是3月5号周四盘后，Costco 之前也提过几次，但是它的平时的震荡并不大。你如果说只做短线的话，那个油水并不多。但是，之所以一直提它，或者时不时的会提它，因为，查理芒格，他的虽然说查理芒格已经先去了，但是他的家族应该是还持有，大量持有这个 Costco 的这个股份，具体多少的话，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那么查理芒格也是非常看好这个 Costco 的这个这个管理层。他之前讲过，他好像一股都没有卖过，就买了 Costco 之后一股都没有卖过。他之所以看好这个，当然跟他的经营管理模式有关系，但是其实他更看好的是这个 Costco 的 CEO，或者说我不知道现在的 CEO 是不是最开始那个 founder。如果是的话，他是查理芒格非常看好的这么一个人。其实查理芒格之前说过，你选公司是有2种方法，你要么是选这个公司的经营的这个业务非常非常牛，比如说可口可乐，你这个公司你换谁来经营都不太可能亏钱。你即使换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或者职业经理人，我倒是不是诋毁职业经理人，这个换一个职业经理人来那个管理那个可口可乐也一样赚钱，因为他的这个东西就非常牛，对吧？这是你选公司选这样的，要么选这样的，要么就选这个公司的领头羊，比如说像 Costco 的这个 founder，或者说你喜欢马斯克，或者你喜欢某一个人，哎，这个人特别牛，
然后比如说他们之所以当时买这个比亚迪的话，也是因为比亚迪当时那个CEO 啊是看好了这个人，他们才买的比亚迪，对吧？当然了，业务有没有关系呢？也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看好了那个领头羊的，就是你要么选业务，要么选这个领头羊。所以这就是查理芒格为什么这么看好 Costco 的原因。你也能看图形上也能看出来，这有多牛，对吧？你如果说这个可能是有过复权，但是从最低0点几到最高1000多，你能不能够吃得到这么长期的一个红利？这是有水平的，这才能看出你的水平来。那很多人做个一天那个3%-5%的那个波动就受不了，你这能拿得住，这才牛逼呢，对不对？就是说，这种公司才是我们要的公司，才是我们想找的公司。不一定你去买 AI 呀、什么芯片呐、这那的，你能拿住这种公司，你一样那个能够赚到钱呢。所以说，能不能够发现这种公司，能不能够持有得到这个公司，这都考你的能力的。这才是一个想要从股市里面长期赚钱，要找这种公司。那么现在在图形上的话，我们简单说，下面有很多中枢了。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这里有中枢，这里有中枢，这里都有中枢。那么最后一个中枢的离开是从307离开的，307离开之后，这里出现了一个潜在的300，这里出现了一个潜在300，然后这个也是出现了月线底分型，然后又出现连续涨了2个月了，对吧？已经连续涨了2个月，那么就看它能不能够再次往上走，突破1078。再次突破1078，那看它是不是会出现一个盘整背驰，毕竟前面这段走的比较大，走出来一个盘整背驰的话，我们看它是不是要在这里再做中枢，对吧？再做中枢之后再看它怎么选，所以现在就看它是不是要往上走。周线上，前面这个月线上这一笔在周线上是走了3段，周线上走了1、2、3段。我们现在当下我们现在做复盘的方式比较一下这3段是一个什么状态。哎，有意思的地方出来了，806，什么位置？等比例，806.55是一个123等比例的位置，看到没有？然后刚好又是一个120周的一个位置，双触发啊，双系统验证。什么是双系统验证呢？就是又是一个均线系统，又是一个这个扩展器、黄金分割扩展器、斐波那契扩展器的这么一个系统，两个这个到一个点，两个系统指向了同一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也就是又是806，又是这个扩展器的等比例，又是一个120周的一个位置。所以说，你如果说能够发现这2个位置，双系统发现它的话，那这个位置你果断要进仓位啊，对不对？又是一个月线上结束可能的位置，又是下面一个月线大300，你肯定要进仓位的呀，对不对？但这种你只能是去，要么你平时在做复盘分析到，要么你是一直在跟踪它能够分析到，otherwise，那你是买不到它的，你就只有起来了你才能发现它，你在这个位置你是买不进去的。你这个位置如果说能买进去，那你基本上就是买了就涨，对吧？对你的心理上的压力是最小的。我们看一下当时它涨多少，从这个860这个位置起来之后，18%，对吧？前面这里磨磨唧唧的在这里调了那么长时间，然后很快就涨了18%的一个涨幅。所以说你不要看这种，虽然说零售相关的可能关注度少，但是并不影响它的涨幅吧。那么就看它后期的一个能不能再次突破这个前面这个1078。那么大概的空间是7%左右的一个空间。如果再往下来的话，那就看它能不能再次踩一下120周。那么就看一下现在这个大概空间，这个空间有12%，对吧？再次踩到120周，你可以再买，踩了，然后因为它可以再上去的，就是会给你一个二买，看是不是给你个二买再上去。当然了，那更强的当然就直接再次突破1078这个位置。突破之后，因为它是一笔就破坏了前面这3笔的一个过程中，它是强势表达，那有可能是上面再踩一下，给你一个2、3买，类似一个2、3买重合，继续往上走。所以说，生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你就看它的生长过程中，你就会发现，这种图形或者这种股票、这种公司，你不去跟踪它，你是拿不到的，你是吃不到这种红利的。
最后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ASTS，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它是做这个太空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跟那个 SpaceX 他们那个 Starlink 做这个卫星手机的，基本上但是呢，它是目前唯一证明能通过卫星为普通手机提供宽带业务宽带速度。而非仅是短信的这么一家公司，就是它是唯一能证明的。那么它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这个 Starlink，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苹果之前也有一个这个 Global Star，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的，就是但是呢，这个 Global Star 是仅限于紧急短信服务，是通过这个卫星的，其他的你是不行的。所以这个还是有它自己的这个护城河的，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做这个宽带这个 Space Mobile 公司这个图形，我们之前好像简单说过它，在周线上这位置是起涨点，这里有一个中枢，这里有第二个中枢，两个中枢高低点是有接触，这两个小点位有接触，所以它是一个扩张大中枢。但是先不管它扩张不扩张，先看它针对第二个中枢，第二个中枢是出现回落了。然后这个回落的话，我们看它的这个也到了0.618了，到了0.618了，那就看它是不是要拉回来了。一般0.618是已经很深了，就回落的已经很深了。如果说继续往下走的话，就有可能会拉回到中枢里来。如果说要拉回到中枢里来，这里是已经回落够一笔了，我们就要关注一下最后这一笔的内部。那么日线上它也是一笔，现在日线上也是一笔。但是日线上快踩到这个120天了，日线上快踩到120天，然后它的这个日线，它的小周期1小时上是有两个中枢的，1小时是有两个中枢已经画出来了，我们可以看一下1小时。那么针对这个1小时两个中枢没有接触，发现没有，高低点没有碰到，一个趋势下，所以有希望要结束了。如果说日线上它继续往下踩一下，到这个我们看哪天出财报，3月2号周一，周一盘后就出财报了。如果说能够踩一下120天，你看前面这里也是踩到过120天，跌破一点，这里也是120天。我们把这个裸 K 看一下，你看它这里是突破120天之后，就在120天之上那个运动，所以说120天对它来说其实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位置，好了没有？如果说能够在120天附近，不能够下太深，下太深可能就去200天了。只要在120天附近的话，是可以尝试买一买的。毕竟它这个内部已经是两个中枢的下来了，对吧？已经是调整的挺充分了内部。所以说，如果说真是因为财报的原因出现一个低开，那你可以买一买，它可能会快速拉回来，甚至是拉回来之后给你来一个反弹，就是123的反弹。那这个反弹是可以尝试的。如果说这个，因为它的周期是相对比较大的嘛，是日线的，所以说如果说真是要跌破120天的话，又不能够那个跌得很深，比如说在这个附近120天附近，下面12%、23%左右。可以尝试做一个破底翻，类似一个破底翻的这么一个交易。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ASTS。那么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看一下英伟达。因为英伟达这个很多很多人觉得有点被错杀了，或者说这么好的公司，这么好的这个财报，怎么还跌了呢？而且连续2天大跌。在2月26号周四是跌了5.46%，在周五的话跌了4.16%，2天接近跌了10%啊，两天接近10%，这个还是一个杀的比较狠的一个下跌，其实有点类似那种利好兑现的一个下跌，对吧？大家都知道你的财报好，但是没有好到天上去，所以说利好兑现了。那么因为这个下周有这个地缘政治，美国、以色列、伊朗这个事儿，那么大概率是要再次往下走了。如果说再次往下走，我们要关注的点位就是这个169.55，169.55。如果说跌破它的话，我们看一下空间4%，只有4%的空间就跌破169.55，跌破它为什么关键呢？因为它在周线上是一个，我们看一下周线，它是一个3买转2卖的一个模型，3买，这已经2卖，这个2卖有可能要成型了，那就会出现这么一个123了。如果说要走123的话，我们就要看一下周线这个123能到哪儿。当比例在154.99，这个是一个123比。如果说154、155吧，
整数的话155，如果说在155扛不住的话，那就再往下走，可能去120周了，那这就深了，对吧？那这个从周五的这个价格到等比例12%，到120周26%，将近30%的一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它这个 MACD 张口开始变大，张口开始变大。虽然说这个柱子的面积并没有明显的伸长，但是也不是什么好迹象，对吧？所以说，针对英伟达的话，如果说继续往下走，我们就盯着这两个位置。首先，能不能够跌破169.55？跌破169.55之后，我再看它的力度能不能够到155这个位置。所以说，你不要着急补。如果说你看好它的话，就看如果说跌破169.55，你就等这个155这个位置。到了155之后再看能不能够止跌。止跌的话可以近一点，因为它是可以是一个，就构成这3笔在周线上3笔的话，构成什么？构成月线大月线的一笔回撤的。我们看一下月线上，看月线，月线上已经有顶分型了，月线上已经有顶分型，已经在这里横了3个月了，已经横了3、4个月。如果说要跌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169.55，我们把那个价格也加到月线上。如果说要跌到月线上的话，我们把这个月线加上，就能看到月线上这个位置，看到没有？169.55。如果说跌破这哈的话，那就是月线上回落够一笔了，那就看月线上回落一笔之后，就看它能不能够碰到152.89了，因为它是从10.81上来的，1、2、3、4，那有可能要在这里做一个月线大中枢了，看它做了月线中枢之后再往上走，是不是往上走？但是呢，你是没有办法预测到这一笔月线上这一笔的回撤的这个空间的，它完全是可以继续往下走。比如说从这个86.62你去测它的黄金分割回撤，对吧？它可以是任意位置，可以是164、149、134都可以，都可以，到了这些位置都可以，都是一笔向下延续。这个月线向下延续，现在是不知道能到哪儿了。如果是真是往下走，所以说169.55，首先要关注它是不是能否被跌破。跌破169.55之后，再看我们刚才周线上测出来那个位置，155这个位置。如果说155也扛不住，那你就要小心，它要去这个更低的位置，去120周这里，120周在130，155如果说扛不住就去130了。所以说一定要小心这个，往下选择它可能要深调了。那么针对。当然，长期来看的话，这些小波浪、这些小的回撤都不算什么，对吧？你之前从152这里回撤了多少？从152这个回撤了43%呢，在月线上回撤了43%。现在来看，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场的位置？这个回撤到88左右这个位置，是不是非常好的一个进场位置？但是你能不能够拿得住这43%的一个回撤，那这就考验人了。如果说你的成本够低，在100以下或者在80以下的话，对你来说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说你的成本在150，然后你回撤了40%，你是拿不住的。尤其你对这个股票没有信心，再加上你有可能用杠杆啊，你仓位过大呀，你是拿不住的。你很有可能搁在这个位置，而不是说能够再次向上这段你是吃不到的。所以说，持仓成本关键就关键在这里。持仓成本够低，不是为了上涨的时候你怎样，而是你在下跌过程中能不能够扛得住。时间上来说还有一点点的，我们简单的再分析几个吧，因为毕竟马上下周有这个地缘政治的原因，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黄金呐、白银呐，甚至看一下原油，简单看一下。看黄金的话，那么就是继续往上走了，因为它这个是一个9段，日线上这是一个9段。这不是9段啊，这是最后这个中枢是一个9段升级的。那么前面虽然说有1、2、3个中枢，但是都变成进入段了。那么针对这个9段升级之后，它还出现过一个300，不是300啊，出现过一次回撤。这个回撤，因为这是一个9段升级的这个中枢，它这次回落的话，不是本中枢，不是这个中枢的这个本级别回落，本级别300，这个还是一个次级别300，所以说它是一个1小时300。但是它第二次回落的话是不够一笔，这次的一个回落到4402不够一笔，所以说它现在还是一个123的状态。那么就看下周，因为这个地缘政治能不能够再次往上走，是不是要突破这个5598？突破5598其实就是这个123的这个3的延续。当然了，它还可以是无限的接近
5598这个位置，但是不能突破的话，那是不是要看它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中枢？做完中枢之后，再看它是不是要往上选还是往下选。所以说，针对这个的话，当然，黄金长期肯定是持有，毕竟这些国家基金呢、国家这个不论是中国也好，还是其他国家都在买黄金，对吧？这是一个避险最好的一个品种。然后再看一下白银，白银的话是出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日线的一个300。日线呢，从这个28.33的话，这是一个 A 中枢、B 中枢，针对这个 B 中枢是出现了一个回落。虽然你看它这个回落，现在看的话是非常深的一个回落。我们看一下当时的黄金分割，是跌到了0.782，0.768，0.786，sorry，跌到了0.786，然后出现了一个止跌，也是一个黄金分割的一个关键位置，对吧？但是我一般是不看0.786，我一般就看3个，0.382、0.5、0.018。它是一下跌到了0.786，这是跌的非常深的一个下跌。那么跌到这个位置，不管怎么样的话，还是一个300，针对下面这个中枢还是300，而这个反弹也够比了。所以说你就看这种，这种商品，这种大宗商品，这个杀的是非常狠。现在反弹也够一比了。那么因为这个财报，因为这个地缘政治，它下周肯定还是要涨了。看它这个反弹了。能不能够到0.618，甚至到这个0.786，对吧？那可能要100了，下周有可能去突破100或冲击100。到了100之后，看它能不能去往上走。如果说能够有效突破100，那就有希望再次到这个前面的高点去。但是针对它的这种波动的话，是非常厉害的，非常凶狠的。你要去玩它的话，就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去玩它。然后最后再看一下这个原油。原油的话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趋势线，我们简单之前在上一次，以色列、伊朗还有美国在这个打他们的核设施的时候，我们简单分析过，它也是受刺激涨过，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线，就这个趋势线，周线上有这么一个大趋势线。你这个趋势线怎么来的呢？是通过前面几个高点连线，就是这几个高点连线，你看它一直没有突破这个趋势线，然后最近也是很接近这个趋势线了。就看它能不能够有效突破这个趋势线，能不能够突破的话，才能把上面的空间打开，对吧？那就看这个战争能够持续多久。如果说持续性比较强的话，那肯定会刺激它往上走。如果说这个短期事件的话，那可能是冲高，可能继续回来。所以首先要看这个趋势线，还有就是这个200周、还有120周也在这个附近。200周在76， 120周在73附近，对吧？就70以上。70以上会面临一个压力比较重，就图形上来看的话，是一个压力比较重的一个空间。但是如果说这个地缘政治刺激的话，那有可能是继续往上冲一下。所以说，你如果说炒原油的话，那就要关注一下它对这个趋势线的一个突破性，能不能够出现一个有效突破，对吧？也是一个需要去关注的。这就是在原油上。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分析的品种比较多，就到这里了，再见。